iPhone 16全系列入手之前，这8个重点你应该要先看过。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大家这几天应该看到很多苹果发的媒体机抢先测试了吧？那现在就来看看市售版的 iPhone 16系列表现如何。这期节目虽然偏向快速实测，但数据测试一样很足。我们一样会把重点测试尽力跑好跑满。那除了一些因为 iOS 18还不能测，或是测出来的数据不全不准，以及需要详细对比的项目，依照惯例我们就会先留着，之后完整评测都会提到。最后节目的结尾也会跟大家聊聊选购建议。好，究竟市售版的 iPhone 16系列表现如何呢？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这次一共入手了 iPhone 16、16 Pro、16 Plus 以及16 Pro Max， 等于就是全系列来测的意思。这个开销有点大呀，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邦尼，完整实测即将上线。对了，最近 YouTube 好像多了一个热推的功能，把留言区往左滑就可以热推，完全免费，大家来推一下吧。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一个重点 ，iPhone 16全系列都加上了这颗众所瞩目的 Camera Control 按钮，台湾官方的正式翻译就叫做相机控制，完全直翻。那实际上手 Camera Control 之后，有2大重点，1大注意事项，总共3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先说优点，苹果这次的相机控制按钮在手感调教上依旧是一流水准。解构一下，实际上 Camera Control 本身就是一颗实体按钮，所以它按下去的时候就跟普通按键是一样会有清脆回弹的。而在这个基础之上，苹果还加上了2套逻辑。第一套是真的按下去，包括按住后放开就可以快速启动相机，按一下可以拍照，长按就可以录影。但其实这些都不难，真正让 Camera Control 拉出差异的地方是第2套，你可以稍微用点力道，但不用真的按下去，就可以达成透过滑动的方式做到变焦，就可以调整相机的参数设定。第2件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相机控制按钮的 API 其实已经开放出来了所以像是苹果就宣布 Snapchat 也已经可以用上 Camera Control。不过相当起这些，相信大家还是比较期待苹果的 AI 功能，透过这颗按键就可以快速启动拥有视觉辨识功能的苹果 AI。苹果在宣传片其实就有一段是用苹果 AI 去辨识狗狗的品种，但大家可能就看过去，可能没这么有感觉。这是我觉得视觉 AI 最好用的地方，因为最近真的到处出差，例如上礼拜在德国柏林出差的时候，当地很多历史建筑，我随时走到哪里，随手拿起来圈，你看，马上就告诉我这是柏林大教堂，而且它连角度都尽量找一样的给你。然后去吃饭要点餐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欧洲的菜单都写得非常有文艺气息，那 Circle to Search 点一下，马上所有文字都翻译出来，非常之实用啊！所以这点也是目前我最期待的苹果 AI 功能。不过紧接着就要来讲第3个重点目前的实际使用体验，我觉得还是来解构一下。我们前面说过，这颗按钮很明显是为了视觉 AI 所出现的随手拿起来就能马上辨识。原本这个逻辑非常清晰结果苹果 AI 就是还没 ready， 所以这个按键剩下的唯一功能就是拿来拍照。不对啊，你有看到这个按键的位置吗？直着拿 OK， 完全没问题。可是大多数拍照场景我们都横着拿，一般亚洲男生的手16 Plus、16 Pro Max 是非常难横着单手碰到的。我的手其实也不算小，连碰都碰不到，所以就无法像是 Sony 一样帅气的用单手拿着每秒30张狂拍，你一定需要2只手使用。所以如果你就是看上它的实体快门，想要拿来拍照使用的话，我必须老实说，你有很大几率会失望，因为使用的体验真的不好。你一定需要2手使用，加上快门很中间，你看一定会挡住右侧一部分的画面。如果放旁边一点，明显会更好。即使是 6.1 和 6.3 寸的 iPhone 16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位置真的不利于横向拍摄啊。另外滑动变焦也是一样的问题，苹果其实已经调得很好了，但别忘了这个滚轮变焦其实本来就超好用的如此一来 Camera Control 就只剩下一气呵成的优势了。另外要注意，如果你已经用了 Camera Control， 那滚轮滑动变焦就会直接暂时失效，所以你选好就不要改了，不能2个都要。所以我的结论，这是一颗史上设计最细腻的快门，但同时也是一颗目前史上最尴尬的快门。AI 功能还没 ready， 然后当成快门使用，位置又完全不顺手，所以结论，请把它当成一颗 AI 按键，快门只是多出来的功能。有这样的想法，你用起来会比较舒服。第2个重点，邦尼频道的传统就是要来测显示表现。这次 iPhone 16全系列同样不分 Pro 不 Pro， 全部用上了 Super Retina XDR 显示器。
不过在 OLED 萤幕最重要的萤幕亮度上，16全系列跟去年的15完全相同，完全没变。官方标示最大亮度达到1000尼特，在 HDR 之下可以达到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户外则是可以达到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要注意，苹果标的2000尼特是在峰值亮度之下。那什么是峰值呢？因为 OLED 萤幕和电压控制的特性，亮度是会随着显示面积不同发生改变的。例如我们这边实测 iPhone 16 Pro Max 在强光全白萤幕之下是1113尼特，而如果同样强光，但是只显示1%的面积，那就可以达到2478尼特，甚至超越官标。这就是所谓的峰值亮度。那这两个亮度差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峰值亮度主要是差在观看 HDR 影片下的最高上限。峰值亮度越高，萤幕显示效果的发挥空间就越大。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指标依旧是全萤幕亮度。这个除了会影响萤幕显示表现之外，这个亮度表现也会直接影响在太阳下的萤幕显示能力。所以，通常相较起峰值快乐表，大家会更关心全萤幕亮度。我们这边也统整一下，目前市场上万元中阶手机大概就有1000尼特以上的全萤幕亮度显示能力。例如，三星的 A55可以达到1060尼特 ，HTC U24 Pro 1100尼特。Reno 12 Pro 和 Poco F6 Pro 甚至可以达到1300尼特，而顶级旗舰像是三星的 S24 Ultra 就可以达到1572尼特，甚至 Fold 6今年都飙破1600尼特，而 ROG Phone 8 Pro 更是达到1670尼特。所以苹果今年依旧没有换上新的萤幕，这也造成虽然峰值很漂亮，但是在全萤幕亮度上依旧吃亏。我们这边也实测4G的表现，在强光全白萤幕亮度上 ，iPhone 16达到1106尼特。16 Plus 1088尼特，16 Pro 1116尼特，16 Pro Max 1113尼特，大概就是1000尼特左右的表现，就是目前的常规水准。而如果是在1%左右的面积下 ，iPhone 16都是可以冲到2445尼特，16 Plus 2418尼特，16 Pro 2442尼特，16 Pro Max 2478尼特。以这个结果来看，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的萤幕虽然与 Android 目前动辄3000、4000、6000的峰值亮度的确有差距，但对日常使用来说表现都够顶了。但反过来说，其实相同的表现在14 Pro 上面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水准，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块萤幕已经是第3代没有明显提升了。今年 iPhone 16系列的萤幕，我个人觉得苹果接下来应该要更积极提升的是全萤幕亮度，1000尼特大概就只能算是目前中阶 OLED 的基本门槛。而在实际表现上呢，我们也拿出我们这套总价$10,000的设备实测，都买了，能测多测。来看结果，苹果的显示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实测 sRGB 色域下，3支都有着优秀的色准。色准的数值，我们看 Delta 1，这个数值越小越好，小于2就是优秀，小于1就是顶级的意思。那经过实测，这3支手机通通达到小于1的表现，通通过关。更详细的数据，我们完整评测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ProMotion 120Hz 和 Always On 多人显示都还是只有 Pro 系列用户限定。然后大家关心的120Hz，我们稍微测了一下，这代滑动阻力还是偏大，依旧没有解放。所以如果你很习惯 Android 全面解放的120Hz 的话，那这代你应该还是会有滑动不够跟手的感觉。但关于16不给60Hz 这个话题，也是说到不想再说了。我觉得大家会这么在意，大概有2点：一来是 Android 已经大量给，而且是中阶就有。但苹果本来就很有个性，我觉得这个角度本来就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大家更在意的点应该是，萤幕是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相较起没有长焦、没有实体按键是一种选择。但萤幕的使用频率是100%，所以在意的人也才会这么多。另外一个点就是已经卖到3万起跳的机器，刻意守60Hz 的确没什么意义啊。但客观的来说，只要你没有用过120Hz，那60Hz 其实也可以继续用，感受不出来。但如果你用过 Pro，那就是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回到60Hz，每年有太多又卖掉加钱换 Pro 的惨案了。接下来依照惯例帮大家测一款周边。刚拿到 iPhone 16，马上就来 iMOS 贴保护贴。今年 iMOS 最大的重点就是跟 iSafe 官方合作低蓝光保护贴，采用 iSafe 抗蓝光技术，所以不会让萤幕整个色偏还反出蓝光。iMOS 这款主要滤掉435到440奈米的有害蓝光，在最大维持显示效果的同时滤掉有害蓝光，同时拿到 iSafe RPF 60和德国莱茵的认证，而且提供亮面玻璃、雾面玻璃和蓝宝石3种版本选择。像是我们16 Pro 和16 Pro Max 都是直上蓝宝石，最大好处就是完全不怕刮伤。玻璃多少刮伤的原因是空气中的灰尘就包含石英，而蓝宝石就完全不怕，就算直接拿石头刮，玻璃马上出现刮痕，蓝宝石完好如新。
另外，如果你想贴镜头贴，那 iMOS 蓝宝石镜头贴一样不怕刮。重点，它的镜面有背胶设计，会更服贴在镜头上，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画质减损，多少还是会，但算是目前最优解了。然后这是沙漠金，配上 iMOS 的不锈钢亮面，真的美。有兴趣的朋友，我会把资讯放在置顶留言。好，接着看第3个重点，充电。这一次一样全系 USB-C， 那好消息是这代16支援了 15V3A 最高45瓦的协议，但坏消息是目前官方公布的充电速度上是没有提升的。那我们就来实测。经过我们实测，在开机萤幕关闭状态下，电量在 5% 的时候 ，iPhone 16的确可以成功吃到 PD 45瓦的协议，但是最高的稳定充电瓦数大约就是落在20瓦上下。16 Plus 28瓦，16 Pro 又回到20瓦上下，16 Pro Max 28瓦。所以简单来说，小只的2只大概是在20到20瓦间跳动，而大只的16 Plus 和16 Pro Max 稳定大概是27到28瓦上下。而大只的峰值会再高一点，目前测下来最高大概就是30瓦上下跳动，超过3字头就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短暂触发，例如你在开萤幕或是高负载的一瞬间就会出现30多瓦，但苹果并没有把这个瓦数提升拿来提升整体的充电速度。我想这也是官方之所以没有标示更快充电速度的原因。充满时间我们目前测了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但最精准的数据，我们4台都会在验证3次以上完整的充电时间，到时候再分享从0%开始的充电数据给大家。另外，这代同时支援 C 口反充的，我们这边实测 iPhone 16 Pro 反充之下，最高可以输出 4.5 瓦左右，瓦数依旧不高，顶多拿来充周边。不过这次 MagSafe 有提升到25瓦，Qi2 协议则可以达到15瓦，反而是无线是稍有加快的。不过 MagSafe 20瓦到底够不够用，还是要等我们拿到新的 MagSafe 才能来测。好，接着看第4个重点，还是要简单看盒装的吧，我们快速带过，只讲重点。这次 iPhone 16全系列都采用环保盒装设计，也就是盒装内的配件主要就是只有一条 USB-C to C 的线材，然后要留意，随附的这条 USB-C 依旧非高速线，只有 USB 2.0 的规格。外观上，我们的 Pro 就是全新沙漠色，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应该叫做沙漠粉或是沙漠古铜，比较偏粉金而不是金色。Pro Max 我自己还是选钛色，这次 Pro 系列的颜色选择反而偏无聊。然后16和16 Plus 我们一致大推青绿色，实际比官图甚至盒装都更深，意外的好看。要不是只有60赫兹，结果反而本来期待的蓝色有点小失望，感觉有点复刻当年垃圾桶蓝，但这次是光透出来的版本。另外，我手上的 Pro Max 和 Plus 在电源键上明显比另外2只更松，不确定是不是第一批的公差。顺带一提，4只台版都是单卡加 eSIM 的设计。看完外观，进到第5个重点，效能。这代终于迎来了全新的 A18 阵容 ，iPhone 16采用的是 A18 处理器 ，iPhone 16 Pro 则是采用 A18 Pro 处理器。两颗最大的差别就是 A18 的 GPU 为5核心，而 A18 Pro 则提升到6个核心。CPU 有没有差？我们等一下来测。另外，好消息是，受益于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关系，这次16全系列都用上了8GB 的 LPDDR5X 记忆体。但我相信大家更关心 A18 新系列跟上一代 A17 Pro 的效能表现到底如何。我们还是先来跑基础的效能测试。我们这边也特别准备了一支电池健康度100%，并且更新到最新 iOS 18版本的 iPhone 15 Pro Max 进行陪测，避免有电池耗损的问题。所以特别准备了一支近乎全新的机器，大家也比较安心，数据也比较有参考价值。CPU 效能，首先来看比较能反映处理器完全效能的 Geekbench 5，可以看到 iPhone 16迎来了大升级，相比起停滞了一代的 iPhone 15，这次16也是真男人，单核提升了22%，多核提升来到了20%。而16 Pro 和16 Pro Max 则相比起上一代，单核提升了12%，多核提升了10%。不过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 A18 和 A18 Pro 到底差多少？我们用 Plus 对比 Pro Max。可以看到两者的单核和多核效能实际上非常接近，在 CPU 效能上是非常接近的，单核只差了 1.5%， 多核只差了 5% 左右，所以这个 Pro 不 Pro 在 CPU 表现上并没有刻意拉开差距。另外，这个表现对比高通 H3 和天玑93 ，A18 的 CPU 还是大幅领先的。不过实际上还是要等下个月就会登场的 H4 和天玑94来比较有看头。而在 GPU 部分，我们测 3D Mark Wildlife Stream， 我们先来对比上一代，可以看到16和16 Pro 相比起前一代都有明显提升，来到 28.8%， 所以苹果是有努力拉 GPU 的。而如果是对比 A18 和 A18 Pro， 实际上这个 GPU 核心的差异大概就是 12.7%。
但如果对比 A Gen 3和天玑9300，苹果的 A18和 A18 Pro 还是分别有8%和23%的落后。硬要说的话，三星 Exynos 2400 GPU 也比 A18还强了一点。第6个重点，好，我们现在大概知道 A18和 A18 Pro 的表现了，那实际体验还会不会像15 Pro 的火龙果一样容易发热呢？我们先测了30分钟 4K60 Dolby Vision 连续录影测试，室温固定在30度，可以看到对照组的100%健康度 iPhone 15 Pro Max， 最高温升温超快，没多久就来到44到45度，16最高温42度，16 Plus 最高温43度，16 Pro 最高温43度，16 Pro Max 最高温42度。这样看起来好像15 Pro Max 并没有特别热吗？完全不是哦。15 Pro Max 大概从第5分钟开始就疯狂降亮度，最后降到不到120尼特才稳在45度，而16 Pro Max 则全程200尼特直到最后。我们这边也跑 Sandy Mark 20人的压力测试，首先是 iPhone 16，稳定性 59.8%， 最高温来到 42.2 度；16 Plus 稳定性 66%， 最高温是 41.5 度；16 Pro 稳定性 58.3%， 16 Pro Max 稳定性 63.3%， 两次的最高温则分别是 41.9 度以及41度，所以在 Sandy Mark 烧机测试中 ，iPhone 16最大的散热的确有提升，但还是跟 Android 阵营有段差距存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只的 iPhone 16 Pro 虽然在理论效能上比16 Plus 高出了 12% 左右，但因为16 Plus 机身更大，散热更好，所以当16 Pro 过热之后，16 Plus 这颗残血版 A18 是可以几乎等同 A18 Pro 的。最后游戏测试我们会在完整评测中更新给大家参考。第7个重点，最后我们快速过一下相机规格。16和16 Plus 两只都只有主镜头加超广角。这次的重点是超广角也加入了微距镜头的支援，而16 Pro 和16 Pro Max 则都是主镜头、超广角加5倍光学3颗。详细的样张对比，我们各家的旗舰都准备好了，大家想看比什么？底下留言。不过我有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想先来测，就是苹果这次在规格页宣传和提到好多次，这次的镜头有抗反射涂层，甚至 iPhone 16的规格表还有一个很 fashion 的抗反射涂层 Fusion。结果我没测，好，谢谢。下面一位，我这边也放跟其他旗舰的对比，让大家参考。看来这个耀光鬼影依旧是 iPhone 16的最佳风格滤镜。不过说到滤镜，这次还有一个摄影风格的玩法，可以透过象限打造属于自己的色彩风格。这个我再玩个几天，到时候跟各家的对比详细样张一起讲，我们就完成评测见。来到最后一个重点，选购建议。先说 Pro， 我觉得非常明确，依旧维持没有任何 CP 值可言，但它依旧是目前唯一可以体现出 iPhone 在生态和供应链整合的机种例如这次我自己非常期待的 4K 120 FPS 录影，我认为还是很值得吹一下的。虽然一般人可能永远用不到，但 Pro 本来就是挑战上限的机种嘛，那挑战手机录影上限绝对是乐见其成。但如果以选购建议来说，如果你是为了 Camera Control 苹果 AI 而在考虑换机的朋友，我自己会给比较保守的看法，因为 AI 下个月英文版才会先上，然后中文版要等到明年，然后明年什么时候都还没有确认甚至到时候中文版是否会有功能差异，也都还是未知数而 Camera Control 以目前的体验来说，除非你很刻意的要更改使用习惯，然后手又是真的够大，那 OK， 它可以胜任快门。但除此之外我认为原本苹果萤幕上的 UI 逻辑就很好了，很难超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看上快门而去入手，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先去现场玩过。如果完全没摸就直接入手，我觉得失望几率高，甚至可能会得出这颗按键完全不好用的结论。因为横向快门真的就是这颗按钮的附加功能。然后如果以机型来说，12 Pro、13 Pro 以后的用户，我会觉得都还在手背范围。如果机况还 OK， 完全还可以再观望一阵子反正你现在也抢不到首播。而如果是12 Pro 之前，那讲3个：萤幕表现、相机表现、Type C 的便利度会有明显的提升，可以考虑。而要不要回去买15 Pro， 我个人是完全不建议的。光是这2个月夏天真的热，15 Pro 就如同烈日中的火龙果，热情加倍。而 iPhone 16我觉得就是卡在 120Hz， 但良心说法，如果你此生还没有用过 120Hz， 那你换了其实也不会觉得 60Hz 不好啦。2，如果你本来就在用 120Hz 的 Pro， 尤其 Android 的 120Hz， 谨慎考虑。3，很多人说我不玩游戏 120Hz 没差吧？当然是有，120Hz 游戏只是很小一块，平常你滑脸书、滑 IG、滑网页，这才是 120Hz 发挥流畅度的地方
但某种程度上，如果16也有120Hz，那干嘛买 Pro 这种说法，在今年依旧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某种程度上，16其实越来越强，但反过来说，就是16 Pro 的硬体进步幅度又真的是太慢太少。如果连120Hz都上，那真的就是没有太大差别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如果苹果真的有 Ultra， 库克真的该考虑端出来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我是驴子，那我们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